大家好，我是西林花。今天我很高兴可以与 Paradox Interactive 合作，来给大家分享一下如何在都市天际线2里，在道路层面上模仿当代中国的新城区。首先要说的是，中国是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这一条几分钟的视频自然也没办法把中国各个地方的道路规划样式全都囊括在内。在这里我会尝试举一些在中国比较多见的规划方式，在游戏里运用这些方式，可以让你的城市看起来更像一座中国的城市。一般来说，中国城市道路会分为4个等级，分别是快速路、主干道、次干道和支路。这几个等级的道路和游戏里的道路分级也大致对应。在构建城市道路骨架的时候，我推荐优先使用主干道，也就是6车道及以上的道路来勾勒。在理想状况下，中国新城区的快速路、主干道、次干道和支路的比例为1:2:3:6。大致按照这个比例来规划道路，可以有效地规避全程都是主干道这种尴尬情况，让我们的城市看起来更真实。我们先来讲讲中式的城市快速路吧。在中国比较常见的城市快速路是这种主辅路分离的道路。在游戏中，我们可以先在公路这里选择单向的车道，接着打开并列模式，先把主路部分拉出来，然后我们再回来选择带人行道的单行道，开启并列模式，将偏移值调大，调到能够把主路包住就好。这个单行道拉出来之后，辅路就做好了。而在主路和辅路连接的部分，我们可以选择1车道的单向公路来建造。建造完之后，请不要忘记用道路服务把斑马线都去掉哦。次干道和支路连接至快速路路段时，一般会直接在快速路断头，而主干道连接快速路路段时，则一般会生成立交。最简单的做法就是让主干道做跨线桥或者下沉。在干道交汇的地方，我们可以在游戏中把它们做成渠化路口。要做一个渠化路口，首先我们要在路口前一段距离用单行道修建好这些右转车道，接着我们可以用这种美化人行道拉出导流岛内的过街斑马线，然后我们就可以用道路服务去除主路路口的右转，以及除了主路路口以外的红绿灯、左转和多余的斑马线。这样一来，新城区里常见的渠化路口就做好了。在支路与干道交汇的时候，为了减少支路车流对干道车流的影响，我们可以使用道路服务，首先取消红绿灯，接着再取消主路的过街斑马线，然后禁止主路和支路的左转。如果支路本身是横穿主路的话，我们还需要禁止支路的直行。这样的话，支路对主路的干扰就降到最低了。现在我们来看看如何营造一个当代中式的居民区。当代中式的居民区大多为封闭式小区，内部道路一般不对外部人员开放。内部道路规划的样式可以很多样，我在这里就介绍一种最简单的。在游戏里，我们可以像这样用干道包围出一片小区区域，接着我们再用小型道路，比如2车道道路、小巷这种，再在这片区域内拉出一个近方形的路网，这样子一个简易的中国小区就勾勒出来了。这种小区的居民楼一般是同一种样式的，所以我们在划分居民区的时候，尽量划分成相同大小的格子，这样长出来的楼房就能一致了。另外，我们还可以在里面画人行道、种树，让它变得更加美观。如果你想让它更有封闭式小区的味道，那么我们还可以给这片小区划定市辖区，并在里面选定封闭式管理的政策。讲完了新城区的路网和小区的规划，最后我们再来讲讲一些美化的巧思吧。当代中国的新城区一般很重视环境绿化，所以我们可以用道路服务给道路加上草坪和树木。同时别忘了在城市里建造停车场，让市民们能有个地方停车。另外，新城区也不乏这样连片的公园，我们可以用人行道和树木来铺设公园，让市民们在茶余饭后有个散步休憩的地方。在中国的城区里面，城市道路一般不会直接推到水域，相反，城市道路和水域之间大多会有滨水公园或者广场。如果我们想建造一座中国城市，
那么我们可以把道路建在水域的一定距离之外，然后再在水域与道路之间铺设人行道，放置一些休闲场所。这期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有关都市天际线2的资讯，请记得关注都市天际线的官方账号，